这个女人真是饿了，来路不明的男人都给接回家。就在她准备解馋的时候，男人先下嘴了。你敢咬我？我咬你怎么了？你个疯婆娘！有本事你把我松开，咱俩真正真枪干一架！你干嘛？你知道我爹谁吗？心肥可是大山寨之主，他丝毫不畏惧男人。此刻男人的拒绝和威胁，只让他觉得是欲拒还迎。心斐最终还是没有下手，因为男人太臭了。很快，一个帮洗澡的新男人被带进房间。原来心斐是山寨的女寨主，而劫来的男人是将军之子温小狼。男仆原先在四处搜寻失踪的温小狼，谁料也被心斐的下属逮来当洗澡工。男仆一见少爷被绑，当即就让心斐放人。可即便是把温小狼他爹摆上台面，心斐还是不愿把快到嘴的男人送走。心斐下属的武力值更是直接让两个男人不敢再动逃跑的念头。大侠，这个能不能请您这个高抬贵手？我呢，保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好不好？我撕还是你脱？你我脱。哎，等等，又怎么了？陛下，两人成亲之大事，应听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行六礼之约。没事儿，反正我无父无母，这些礼数啊，不要也罢，不要也罢。温小狼没办法，可在被吞食之前，他很想知道这么多男人为什么心斐偏偏选中他。原来温小狼会遭这罪，全是因为一个老道士瞎吹。不久前，老道士被劫来寨上算命，为治心斐的跋扈，老道士编造他的寨子会遭遇大祸，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和因年因时因利的男人行周公之礼。毫不意外，温小狼不过是他们 play 的一环罢了。老家伙，就是你忽悠他们把我抓回来的。不错，正是在下。好，那你信不信我在他们面前戳穿你，让你这个老骗子无地自容？哎呀，你以为小老儿愿意这么做吗？他就是命在别人手里呀。那你非要找到我头上是吧？老头，你可别等我出去了。小子，你他妈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这个叫心美的丫头，姿色不错，与我群臣也差不多，你还不知足？我不管，你先把时间拖住，让我来想办法。老道士和温小狼此时都在一艘贼船上，他便决定先帮温小狼自救。恭喜大当家的，把我再刺激一剑。不过还要这少年自愿才可，还请大当家的知晓啊！心斐完全听信老道士的话，面对温小狼时收敛了许多，甚至为了让温小狼配合自己，除了放他走，满足他所有要求。亲我一下。即便有国色天香的心斐护着，每天都能吃香喝辣的，温小狼还是想要离开。当晚就带着男仆一起逃跑，谁料在半路上意外掉入茅坑，还是第二天被人捞才爬上来。温小狼的叛逆让心斐很无奈。我美吗？美啊。那你为什么要逃？为什么不多看我一眼？喜欢这种事是两个人都情愿才。这么说，只要让你们喜欢我就可以了。是吧？也不是。温小狼的回复让心斐知道他不爱了，所以他离开了。心斐没有气馁，他转头就奔赴他的事业，带队在路上劫走了官府的赈灾银。看着心斐突然的满载而归，温小狼一脸好奇。当发现心斐抢来的银子都是赈灾时，他瞬间就吓晕了。这件事，我觉得你还是知道为好。不，我不想知道。劫赈灾银可是死罪。我还年轻，我还没活够，我还不想死。这么说，你现在不愿与我同甘共苦了？我呸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你同甘共苦了？劫赈灾银可是诛九族的，姐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你们一门寻思寻思，你别带着我呀！温小狼，
你可是我男人，我不允许我的男人这么怂。怂？我是那种怂的人吗？啊，不，这不是怂的事儿啊，这是掉脑袋的事儿啊！你不就是贪恋本少爷的美色吗？来吧，完事饭我走就行。温小郎的退缩让辛斐放弃了。事实上，辛斐劫走赈灾银并不是贪财。不久前，云州百姓因为洪灾生存受困，朝廷发放了800万两的赈灾银。朝廷的官员都说，这笔钱最终都分给了老百姓，可每天还是有大批的百姓饿死。辛斐很快就查到官员们中饱私囊占据赈灾银，他才决定劫走这批赈灾银，把他们交回到老百姓手里。温小郎明白辛斐的大义，可他更害怕自己会被杀头，隔天又迫不及待找老道士，让他帮想办法离开寨子。谁料老道士丝毫不愿伸出援手。动手！停！头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东西呀，可厉害了。别说是人，就一头牛也得要刀。这么厉害？这么厉害？刚从老道士那拿到药，温小郎就迫不及待开展逃跑计划。他破天荒地主动向辛斐示好，还特地给辛斐倒有药的酒喝。温小郎万万没想到，老道士又坑他了。我是蒙汗药。是什么？合欢散。很快，辛斐体内的药性发作，他愈发的迷糊，不知不觉就强暴上温小郎。你看时候也不早了，你是不是应该……别！救命啊！完了！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，老道士只能在温小郎失身后，把真的蒙汗药交给他。温小郎一心想逃走，再次带上蒙汗药回房。温小郎，若是你想，大可直接告诉我，可别去耍弄那些小手段了。既然你已经成为了我的男人，就不要想着逃了。趁和辛斐春宵后的余温还在，温小郎偷偷拿出了蒙汗药。当他想再次把药用在辛斐身上时，自从有了肌肤之亲，温小郎和辛斐的距离拉近了许多。渐渐的，温小郎也变成了辛斐的良夫，每天都会陪着辛斐去逛街。可这天在返回大寨的路上，他们却遇到了刺杀，一群官兵把他们包围了。温小郎一眼就认出这群官兵都是将军父亲的手下，他随后就走上前谈判，可官兵们根本不愿搭理他，他们还要刺伤温小郎。关键时刻，辛斐替他挡下了，越来越多的官兵随后蜂拥而上。温小郎不会武功，辛斐只能拖着受伤的身子硬扛着。辛斐倒下了，温小郎连忙举起火把阻拦，他趁机带着辛斐逃离现场。刺杀他们的幕后指使随后出现，居然是温小郎的妹妹水儿。趁温小郎和辛斐还在逃跑，水儿连忙带人进寨搜刮赈灾银，谁料赈灾银全都不见了。温小郎不知该去哪里，他带辛斐躲进了一间破屋子里。辛斐休养了一夜后，身体终于稍恢复正常。为了帮他疗伤，温小郎特地上山摘草药。看着为自己默默付出的温小郎，辛斐很心疼。他不愿温小郎再跟着过担惊受累的日子，他终于同意让温小郎离开。不是这样的，以前我是想逃得离你远远的，可是直到经历了这一切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喜欢就是甘心的付出。原来我的情谊很有交集，但现在却仅仅
温小狼最终陪在辛斐身边，他们约定悄悄在乡镇生活，可水儿不愿放过他们。温小狼第二天和辛斐逛集市时，就看到俩人的通缉海报被贴在布告栏上，俩人连忙躲得远远的。温小狼知道只有回家找爹，才能让辛斐彻底摆脱这种苦日子。如今被当成山匪通缉，他们都不敢走大路回家，于是俩人选择隐姓埋名，一起循着山路走去京城温府。当走到温府门口时，俩人早就因长途跋涉衣衫褴褛，门外的护卫更是把他们当成乞丐驱赶。不，再不管我收拾你！看清楚，我真是你家少爷！就你才我家少爷！现在的世道上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出来行骗了！滚！再不滚，我收拾你！动手！吵闹声把温将军吸引出来了。温小狼见状，迅速跑上前抱大腿。这么久没有回家，不用说护卫，就连亲爹也快认不出温小狼。你可臭小子，你去哪儿了你？你这穿的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太惨了，我的天！外面还有一个。温小狼一回家就先喂饱自己和辛斐，把前些天少吃的饭菜一口气补上，狂吃的间隙还不忘给爸妈介绍辛斐。他是我男人，我是他女人。在温府住下后，辛斐的下属也带着温小狼的男仆找来。原来辛斐和温小狼遇刺当天，男仆就发现有官兵在寨子附近埋伏，于是他偷偷协同辛斐的下属，迅速带着寨子的所有人都逃走。而辛斐当初劫回来的赈灾银也被下属分到了灾民的手中。作为寨主的辛斐还是很担心寨民，他想回去看看他们。温小狼把他拦下了。难道你真的觉得他们会想做一辈子的山贼土匪吗？你就不能为他们，为你，好好重新活一次？辛斐，留下吧，以后我来保护你。温小狼顺利让辛斐留了下来，可他的男仆却替他有了顾虑，因为温小狼早就有了未婚妻，是爸妈在他小时候给他定的娃娃亲。可温小狼只想娶辛斐，便打算先隐瞒未婚妻的事。然而一关未过一关又来，温小狼的父母似乎不太满意辛斐这个无父无母的野丫头。云州那个地方靠近边疆了，不是什么富庶之地。这样，金姑娘，稍且呢，便派人送你回去，然后再送你白银2000两，算是你救了小狼的谢礼。爹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别的不说，辛斐救过我的命。再说，哪有你这样感人的呀？再说，我俩早就情投意合。你臭小子！哎，老头子，小狼啊，你就听你爹的吧。新姑娘，我家小狼年幼无知，所以我不会走的，除非他不要，不然我不会走的。完了，又来一个。就在辛斐疑惑着温将军为什么说又一个时，这前一个就来了。温小狼惊呆了，这么多年没出现，传说中的未婚妻居然找上门了，还当众点名辛斐一决高下。当知道温小狼还一直隐瞒着未婚妻时，辛斐恨不得先拿他来开刀，眼下要和自己的情敌比武。好强的辛斐可不愿输。很站着你的男人，你也敢动？那就看你有没有资格动。身手不错，不过你碰到我，你完了。看看到底是谁完了？我的男人，你也敢动？住手！你要我跟你说多少次？我跟你根本没可能。小狼，这件事是我们约定好的，纳妾必须经过我的同意。如今，你却带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回家。你听我解释，我记得我之前对你说过，我辛斐的男人，要不心里只能有我一个人，要不死。辛斐，这事儿吧，跟我没关系，我爹给我安排的。我不管你们两个之前有什么约定，从今以后，他就是我一个人的男人。意识到自己的隐瞒伤害了辛斐后，温小狼主动认错。辛斐的愤怒值还很低，他给了温小狼解释的机会，谁料温小狼越解释越黑。看不出来啊，温小狼，小时候就可以沾花惹草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可是
样啊？不，我发誓，我只对你这样好。这就是你对我好的方式，温小狼，我看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里过吧？要不然也不会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告诉我。心斐真的生气了，温小狼的拼命哄。当听到温小狼信誓旦旦说自己不爱未婚妻，为了躲他还去了云州，之后还被心斐劫走时，心斐的怒气也慢慢消散。发誓，下辈子我不知道，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人。如违背此誓，我就怎么样？我就天打雷劈！终于挽回了心斐，温小狼就迫不及待想娶她回家。这一决定一出现，就遭到温父反对。他更看重门当户对。温小狼是将军之子，心斐不过是个山匪。他坚信身份地位悬殊，注定没有好结果。爹，可孩儿是真心喜欢他呀。要不咱就依了儿子吧。妇道人家懂什么？只要我还活着，他就不会影咱们家儿。爹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只能等你西去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呢你？行，我在西去之前，我先一掌拍死你！爹，你要是不让他进这个家门，那我也不回这个家了。遇上执拗的老父亲，温小狼也没辙了，只能谎称心斐怀孕了。他知道父母很吃这一套，果真一切都如他所愿。温将军抱孙心切，第二天就吩咐置办温小狼和心斐的婚礼。当事人心斐一脸懵，温小狼只顾着开心，他甘愿真相暴露后独自受罚。他没有给心斐说出原因。为让心斐有个美美的新娘妆，温小狼决定亲自把心斐化妆。你呀，以前呢，怎么跟个糙汉子一样？以前怎么样呢？但现在呢，你是我温小狼的女人，我就不允许你再这么糙下去。来，先看看。以后呢，别有我在，至此一生，愿伴你左右。若你早如此，想来当初我也不会如此抗拒。怎么，我以前很丑吗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最美的。然而一想到温小狼的化妆手法这么娴熟，心斐的醋意也说来就来。他怀疑温小狼不止对他这样。这些我只对你一个人做过。发现你漂亮，小心我让你们温家断子绝孙。放心，我就是有这个心，也没这个胆。我连心都没有。眼看俩人婚期将至，温小狼特地带心斐游夜船，情到浓时，他也不由自主地感叹几句。和你这个疯丫头认识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都是命中注定的。上辈子我不知道，下辈子我也不会知道，但是这辈子我陪你。我不听，你这样给我像蒙汗一样，找死！谁让你呼人声那么大的，害我昨晚上都没睡好觉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就是个母老虎。温小狼和心斐的打闹还没结束，就撞上了一位温婉的女孩，她就是当初暗中刺杀温小狼和心斐的人，温小狼的妹妹水儿。回家后的水儿和当初心狠手辣的她截然两副面孔，女人的第六感总会逼近事实。和水儿的初次见面，心斐就觉得她是个狠角色，她迫不及待想知道水儿的由来。 15年前，我爹那时候还不是大将军。有一次啊，他去突袭敌营，然后中了埋伏。那时候，他的前大将军就把水儿托付给了我爹，所以水儿就这样进入了我们温家。水儿也是个可怜的人。2年前，陛下为了缓和中州和云州的关系，就把水儿嫁给了当时的云州刺史之子。 你是说云州？那会儿我们在云州的时候，我还想向他求助来着，结果我们连城门都进不去。然而此时的水儿却在背地里密谋着他对温家的复仇大计。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心斐第2天就找上了他。他猜到了水儿的阴谋。我们
能把那笔赈灾银劫走。至于赈灾银如何处置，悉听尊便。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情告诉我？唉，不过见不得那些不平事罢了。那些官兵也是你的人吧？好一个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口口声声说为了那些穷苦人家，实则是想中饱私囊。可惜了，如果新大当家的能早知道这件事情，或许我就不会那么顺利。不过，我还是成功了。当知道自己和温小狼一路遇到的坎坷都是因为他，心斐的愤怒值瞬间飙升。水儿丝毫不慌，他在知道温家顾及脸面，心斐一定不敢动手，更何况他还紧握着心斐做过山匪的把柄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做的事儿，你别管。新大当家的，听我一句劝，老老实实的在温府当个少夫人，总比回到了蛮夷之地当个土匪要好得很呢。心斐无奈只能先离开，谁料半路又杀出一个温小狼曾经的未婚妻。眼看双方大战在即，暗中观察的水儿唯恐天下不乱，连忙跑回家叫醒温小狼去阻止。然而他走到后山时却突然停下了。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傻子居然成了少女，而我那样聪明却还不如你？真不公平！是啊，你在瞎说什么？心斐呢？死到临头还想着他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？我原来还是一个痴情种。水儿莫名其妙的话让温小狼觉得很奇怪，他没有多想，相比之下，他更想知道心斐在哪里。他没事儿，不对，是他现在没事儿。哥哥，你放心，等你死了之后，我会让他去陪你的，让你在黄泉路上不会那么寂寞的。原来水儿一直都误以为是温将军为了抢夺将军之位杀他的父亲，害他没了家人，还被迫嫁给不喜欢的人。于是这么多年来，他都密谋着要报复温家。是你们毁了我！你说是我爹杀了？你说是爹杀了？这不可能！动手！眼看杀手向手无寸铁的温小狼步步逼近，心斐的下属及时赶来阻止温家人，紧随着赶来后山。原来心斐猜到水儿的阴谋后，就假装温小狼的未婚妻开战，只为尽快引出水儿的秘密行动。温四婶，你错就错在太错了，自以为在大婚之前把温小狼杀了，就能让温府颜面扫地。如果我不和陈如金配合一下，你又怎么会上钩呢？水儿，本将军想问你一句：这10几年来，我可曾亏待过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呸！收起你那副假惺惺的嘴脸！如果不是你杀了我父亲，将军之位又怎会落在你手里？这件事误会我了，罢了。多年的父女情瞬间烟消云散，温将军也不愿再多说，可内心怀恨的水儿还是不肯罢休。他拿起剑就刺向心斐，所幸心斐有武功底子扛下了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温小狼也终于迎来他的婚礼，可这新郎官一点也不着急，大礼快开始他还赖床不起，直到男仆催促才肯起来。以前啊，就是我太惯着你，你们都觉得我怕，对不对？哎，今天有本事你就让他过来，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男人。这个家到底是姓辛还是姓温？真的吗，少爷？当然了。哎，你干嘛？姓辛还是姓
呀，你看我就是说这么一点点的梦话。你看薇姐呀，今天是我们大婚的日子，你不会想让我变成猪头吧？哎，温小狼，你不会以为你这辈子还逃得掉吧？走，我们成亲去。来。